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老师。课上到一半，偷偷跑到办公室，打开其他老师的便当偷吃，看着娴熟的动作，是个惯犯没错了。下课铃响起，孩子们纷纷拿出自己的便当盒。一个小男孩正准备接过同学递来的饼，突然一个苍蝇拍打了过来，是偷吃回来的老师。他说：“你自己的便当呢？”小男孩解释道：“我带了钱，正要出去买饭。”于是他赶走了小男孩，自己却自然而然地接过饼。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午餐时间，他不是吃其他老师的，就是搜刮学生们的，因此学生都叫他大暴君。而刚刚被他赶出去的小男孩其实并没有去买饭，只见他走进厕所，对着水龙头不停地喝水充饥。他没有钱，刚刚是因为自尊心才说了谎，可光喝水怎么能饱？2节课后他又饿了，只能借来同桌的水壶再喝几口。他叫史丹利，是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但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带便当来学校，而且有时还会满脸乌青。老师问他怎么弄的，他则眉飞色舞地说了一个故事，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编的，但没人拆穿他。相反，因为他经常给同学们讲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不但不排挤他，还主动和他分享自己的便当。又到了午休时间，史丹利依旧没带便当，同桌见状便拿出自己的便当和他分享。而另一边，大暴君也没带便当。与史丹利不同的是，他是主动索要。起初老师们看他没带便当，好心与他分享，但久而久之，他却把这份善良当成了理所应当。有人看不惯，说他偶尔也该带自己的便当来，他却说自己对厨艺一窍不通。当然，这所学校里也是有好老师的，比如罗西，不仅长得好看，还温柔体贴，深得孩子们的喜欢。其中史丹利最喜欢他，他经常趴在窗户上偷偷看他，还记住了他的生日。这天上课时，他突然站起来说 Happy birthday, Rosie。罗西也很喜欢史丹利，因为他的作文总是写得很有趣，经常让他忍俊不禁。大暴君听见后便问他是谁写的，罗西说是史丹利。谁知大暴君突然讽刺道：“那个男孩经常不带便当，总是蹭别人的，不要脸。”罗西一脸无语。谁都知道真正不要脸的是谁，因为校长通知临时加课，一天就有了2次午休。这样一来，同学们就需要准备更多的便当来学校。对孩子们来说是麻烦，但对大暴君来说却像是过年，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吃到更多更好的便当了。果然，第2天，同学们都拎着一个又一个大饭盒来学校，其中一个锃光瓦亮的4层饭盒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不要脸老师好不容易等到午休，赶忙跑到教室，准备蹭学生们的便当，就连学生找他问问题，他都没空理会。可当他来到教室一看，傻眼了，便当已经吃完了，史丹利还在意犹未尽地舔着饭盒。大暴君怒了，觉得是史丹利害得他今天没饭吃了，于是对他破口大骂डिब्बा तो लाता नहीं अपना दूसरों के डिब्बे चाटता तेरी वजह से मेरा खाना रह गया。史丹利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到了第2天午休时间，他独自一人悄悄走出教室，有同学发现，问他去哪儿，他立刻笑着解释说回家，家里有妈妈做的热腾腾的饭。他一走，大暴君乐了，来到教室，拿着学生们的饭菜，不停地往嘴里塞，吃得满嘴流油。午休结束，史丹利也回到了教室，拿着水杯不停地喝水。同桌一看，不是回家吃饭了吗？怎么还不停灌水？于是这天史丹利走后，他悄悄跟了上去，发现史丹利根本没回家，而是站在天桥上发呆。而另一边的大暴君则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于是同桌把这件事告诉了同学们，善良的同学们找到史丹利，问他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史丹利只好解释道डैडी एरोप्लेन पकड़कर दिल्ली गए तो मम्मी के लिए भी टिकट ले ली तो मम्मी भी गए तो खाना कोई नहीं बनाना था इसलिए हम लोग जब तक तेरी मम्मी नहीं आएगी तब तक हम लोग तेरे साथ खाना शेयर करेंगे。史丹利有点害怕，那大暴君怎么办？小胖同学狡猾一笑，说等到他能找到我们再说。果不其然，午饭时大暴君来到教室，却发现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瞬间急了，连忙到外面找人，可哪儿都找不到。第2天上课，大暴君带着满肚子怒气来到教室，问他们昨天为什么不见了。小胖说，在教室里吃东西会把教室弄脏，所以他们去了楼梯吃。大暴君一听笑了，楼梯也挺好的。可当他下课后来到楼梯，却发现他们根本不在。午休结束，他又质问他们，不是说好在楼梯的吗？另一个同学说，楼梯人多，我们去了操场。于是大暴君又来到操场，可还是一个人没见着。他大发雷霆，
这时史丹利出来解围道，操场太热了，我们去了露天剧场。可事实是他们也没去露天剧场，而是找了个废旧的大楼享用午餐。看着大暴君在外面跑来跑去，实在是大快人心。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大暴君跑遍了整个学校，最终找到了他们，这才明白自己被这些孩子耍了。他彻底的爆发了，对着史丹利破口大骂：还表示如果没有便当就不能来上学，将史丹利赶了出去。第二天，史丹利果真没有来上学，教室里异常安静，同学们全都怨恨地看着他，在纸上写着大暴君。午餐时间又到了，可是这一次大家都没有胃口。因为没有便当盒，史丹利被退了学。恰好此时市里要举行一场音乐会，校长要选几个有才华的学生去参加，可选来选去都没合适的人选。这时同学们想到了史丹利，他才是整个学校最有表演天赋的人。于是他们偷偷从布告栏私下通知，找到史丹利说，你要是被选上了，一定能重新回来上学。于是史丹利来到了海选地址，可是因为错过了选拔时间，他被保安拦了下来。但史丹利没有放弃，他爬上围墙，站在上面一遍一遍看其他孩子排练，等到孩子们都走了，他再将刚刚背下来的动作做一遍。幸运的是，几天后他被一位负责人发现，破格收入了舞蹈队。史丹利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朋友们，还故作神秘地说明天会给他们一个大惊喜。朋友们很好奇，什么惊喜？史丹利说，明天你们就知道了。第二天，史丹利回到了学校，不同的是，他手里多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饭盒。原来这就是他所说的惊喜。他提着饭盒来到大暴君的面前，将饭菜一一在他面前摆好，说，这些都是给你的，我可以来上学了吗？大暴君看着面前的饭菜，可这一次他没吃，而是走了出去，再也没回来。原来校长发现了他私自开除学生的行为，一气之下将他也开除了。史丹利因此回到了学校，并在音乐会上表现得很出色，所有人都自发地站起来为他鼓掌。结束后，老师说送他回家，但史丹利却说不用了，我妈妈就在那辆车里。他说谎了。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他才独自走回家。刚进门，一个中年男人就甩了他2个耳光。आज संडे पता नहीं तेरे को? है? ये क्या नौटंकी ड्रेस पहन के आया है? संडे के दिन इतना कस्टमर रहता मालूम नहीं तेरे को? काम कौन करेगा तेरा बाप? 原来史丹利的父母出车祸去世了，面前的这个男人是他的叔叔。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史丹利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饭馆给叔叔干活，即便是挨了打，史丹利还是觉得今天很开心，因为他收获了很多掌声。第二天，史丹利把前一天打包好的剩菜剩饭带到学校，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分享，并告诉他们这是自己妈妈做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纷纷夸赞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妈妈。史丹利开心地笑了。比起这些，那些藏在便当盒里的秘密其实并不重要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独立鱼，记得点赞关注，陪你看电影。